大家好，我是 Anthony，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这期视频我想讲一讲马克思社会发展5阶段论，这也是我们讨论马克思哲学系列的第3期视频了。在前2期视频里，我们聊到了辩证法和物质决定意识这2个话题，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右上角观看。这期视频呢，我们会分析中国和苏联是如何修改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的，以及这种修改的目的是什么。最后，我们会讨论该怎样评价中国版马哲和马克思本人的观点。所谓社会发展5阶段论，我想大多数在中国上过学的人都不陌生。这个理论至今也是许多中国人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框架。在中国大学的政治教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第133页是这样表述的：社会历史可划分为5种社会形态：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这5种社会形态的依次更替，是社会历史运动的一般过程和一般规律，表现了社会形态更替的统一性。这段话概括一下有2层意思，一是规定了人类历史得按照从原始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这个顺序发展，不能搞乱了，人类社会也是不断进步的，不会倒退。二是强调这是一个普遍规律，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中国的历史教材也是按照这个理论去叙述的，比如我手里的这本部编版7年级上册历史教材，在第9课就说了，秦的统一建立起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在教科书看来，夏朝以前的中国是原始社会，夏商周是奴隶制社会，从秦到清是封建社会，明清作为封建社会的晚期，开始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总之，整个中国历史就是这样线性的发展的。不过，任何话说得太绝对吧，都容易被质疑。为此，教科书紧接着又打了2个补丁，强调这个历史发展规律是曲折的。接下来我会引用一些教科书的话，大家要是觉得听着难受，可以长按快进。教科书的第135页就说了，社会形态的更替还表现为历史的前进性与曲折性、顺序性与跨越性的统一。前进性、顺序性主要是指5种社会形态依次演进的基本趋势，但它并不否认历史发展的曲折性和跨越性。这段话让人听起来觉得云里雾里，似乎有一种面面俱到的感觉，但又非常空洞。紧接着教科书又说了，一种新社会制度取代旧社会制度，有时并不是从旧社会制度发展较为充分的典型国家开始，而更易于在旧制度发展不很完善或者很不充分的地方突破。这既体现了社会形态更替过程的曲折性，又为社会形态更替的跨越性提供了条件和历史契机。为了说明这段话，教科书还列举了2个例子，例如资本主义制度是在欧洲，而并非在封建制度高度发展的中国等东方国家首先取得胜利；社会主义制度首先是在俄国、中国等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而并非在欧美等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得以确立，都是明显的例证。好了，现在我们来简单评价上面几段话。首先我要说，这是一个糟糕的理论，因为它几乎是永远正确的，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它先预设了所有社会都会按照这个规律发展和前进，但是如果你指出有些社会不是这样发展的，它就会说，这正说明了事物发展的曲折性。但它又无法更加具体地说明什么时候事物会曲折，什么时候会前进，这就很有一种洗脑的作用。那么这个5阶段论究竟来自哪里呢？其实它主要是列宁和斯大林的创造。1919年，列宁在《论国家》一文中，将社会主义社会之前的阶段归纳为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农奴制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1938年，
斯大林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将社会归结为5大类型：原始公社制、奴隶占有制、封建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并且解释了这5个阶段依次演进的关系。中国的马克思哲学基本上继承了苏联的说法，典型的文本就是毛泽东的一篇文章《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这篇文章先是讲到中国从周秦到晚清都属于封建社会，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的社会矛盾。接着提到中国在进入1840年鸦片战争后，开始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个概念应该说是毛泽东的创造。毛泽东认为，帝国主义入侵中国，需要通过勾结封建势力来压迫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导致中国无法从封建社会进化到资本主义社会，而是沦为了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按照这个社会发展的5阶段论，中国本身是完全可以顺利地从封建社会进化到资本主义这个更高级的阶段的，但是帝国主义打断了中国进化升级的过程。所以，虽然中国社会存在很多反动势力，比如封建残余、资产阶级、买办阶级、军阀官僚等等，但罪魁祸首还是帝国主义，也就是西方境外势力。因为中国本土的这些封建残余、买办军阀，归根到底还是听命于帝国主义的。这个概念成功地点燃了中国本土的排外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因为它明摆着有这样一层意思，就是将中国的一切问题都归结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正如《革命与反革命》一书中这样说道：清末之际，革命党人将中国的一切病根归咎于帝制，而打倒帝国主义口号的魅力，则在于他将中国的一切贫穷落后都归咎于帝国主义，故而具有强大的政治号召力和民族主义煽动性。那时将中国的灾难全都归罪于外国经济和政治渗透的观点，确实对年轻人几乎有普遍的号召力。其实直到今天，你会发现中国社会也还是这样的。当然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帝国主义主要指西方国家，并不包含俄罗斯和苏联，尽管苏联或俄罗斯给近代中国造成的威胁要大得多。那么，马克思本人会如何看待中国和苏联的这种理论呢？事实上，马克思从来没有表达过这种意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的确说过，大体上说，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但马克思的语气很弱，并没有将这几个时代视为是衡量一切社会的普遍规律。马克思对社会发展阶段的总结，主要是针对西欧的历史而言的。在马克思看来，只有西欧社会是按照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这样发展的。对于将西欧的历史上升到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做法，马克思是明确反对的。在1877年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马克思说过，如果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那么这将会给他本人过多的侮辱。在马克思看来，东方社会，也就是俄国、中国和印度，采用的是亚细亚生产方式，因而与西欧社会形态是截然不同的，自然也不可能共享同一套发展规律。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有这样的特点：生产力十分低下，生产方式以农业和家庭手工业为主，实行村社制度，土地所有制是公有制，或者说皇帝一人私有，普通民众只有使用权。由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封闭性，必然导致静态的社会结构和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马克思认为，亚细亚的历史是城市和乡村的一种无差别的统一，真正的大城市在这里只能看作王宫的营垒。这里是和中世纪的欧洲做对比的。在欧洲，城市和乡村的分工是资本主义产生的条件，城市孕育了商业、资本主义和市民阶级，并在随后形成了制约政治权力的文化。
而在中国等东方社会，城市并非自由的土壤，而是权力机关的所在地，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使得国营经济、官营经济牢牢地控制着整个社会经济的命脉。城市不能造血，反而要吸血。城市不是自由经济的产物，而是政治制度的衍生品。整个社会仍然是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始终难以形成。因此，马克思不可能认为从秦到清的中国是封建社会，更谈不上有什么资本主义萌芽。中国教科书将秦朝后的中国称为封建国家，然而在西欧的封建社会，农奴除了与封建领主之外存在依附关系，就再也没有其他依附关系了。但在中国，不仅自耕农、佃户，包括地主在内，都由国家来编户其民，都和国家权力之间存在着依附关系，因此还要承担朝廷摊派的繁重的赋役。中国古代普通农民所受的压迫也要远大于西欧的农奴。这也意味着那种独立人格、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精神想要从中国突破，就要面临着比西欧走出中世纪大得多的阻力。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教材上说，中国古代的封建制比西方更加发达。但事实上，马克思认为中国这样的东方社会不仅没有达到西欧封建社会的层次，而且还是一种更加原始、古老、停滞和腐朽的状态，因而只能被发展起来的民族所营救，从而摆脱停滞。这种思想集中体现在1853年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这篇文章。在文中，马克思承认英国殖民者给印度造成了接连不断的灾难，还摧毁了印度传统的社会结构及村社制度。原先在村社制度下，印度家庭是一个个独立的组织，过着闭关自守的生活，但在英国的自由贸易和蒸汽机所带来的生产力下，印度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家族手工业由于效率低下而被挤出市场。印度传统的家庭文化和伦理在英国资本主义的生产力面前无可避免地衰落了。当然，这一现象在清朝末年同样发生在了中国。对此，马克思从情感上给予了同情的理解。他说，从纯粹的人的感情上来说，亲眼看到这无数勤劳的宗法制的和平的社会组织崩溃、瓦解，被投入苦海，亲眼看到他们的成员既丧失自己的古老形式的文明，又丧失祖传的谋生手段，是会感到悲伤的。但马克思紧接着又强调，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初看起来怎样无害于人，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他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和任何历史首创精神。马克思提醒道，印度的这些看起来人畜无害的村社，却是带着种姓制度和奴隶制度的污痕，造成了对自然的野蛮的崇拜，比如印度人向猴子和母牛叩拜祈祷等等。因此，马克思虽然承认英国在印度的所作所为完全是被卑鄙的利益所驱使的，但他更强调亚洲的状况是停滞的，如果没有外力干涉的话，是无法走出这种停滞。所以，不论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犯了多么大的罪行，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这是典型的马克思的思维方式，从这里我们也能看到黑格尔的恶动力说的影子。马克思承认英国殖民者的动机是贪婪和自私的，但这种道德评判并非看待历史事件的根本原则。根本原则是什么呢？就是是否有利于人类未来的解放。一个贪婪的人，虽然他的行为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但他也可能不自觉地承担起了使人觉醒的历史使命，不自觉地推动了进步。因此，马克思认为较高程度的文明去整合较低水平的文明是合理的，比如美国征服墨西哥、英国殖民印度，似乎都是进步的事情。因此，毫不意外的是马克思对于鸦片战争的态度。在1853年6月的一篇文章中，马克思认为鸦片战争打碎了满清王朝的权威，也打破了文明世界和野蛮世界的屏障，
使中国这个封闭的国家开始与世界交流。说白了，马克思对俄国和中国的评价非常低，几乎可以说是瞧不起的，而他理想中的社会主义自然也和这些国家没有半毛钱的关系。如果马克思生活在1949年的中国，难以想象他会被扣多少顶大帽子，他也绝对不会认为中国的革命和他本人有什么联系。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将陷入结构性的危机，必然要走向崩溃，因为资本主义会导致技术的停滞状态，并产生一个日益贫困的工人阶级。然而，马克思认为工人阶级是技术进步的代表，因此工人阶级的革命可以实现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这个逻辑链条其实有很多错误和不现实的地方。20世纪的人类历史告诉我们，资本主义没有导致阶级的两极分化，也不必然导致技术的停滞。马克思的预言很多都是错的，但至少你可以从预言中看出马克思本人的价值观，那就是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应该是一个技术更加进步、劳动生产率更高的制度，这样才称得上是优于资本主义的。马克思认为工人阶级是技术进步的代表，虽然现实里不是这样的，但马克思显然不会认同缺少文化的农民是革命的主力，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而中国革命自始至终都有着崇拜农村和体力劳动的倾向。马克思所理想的全面发展的自由的人，指的是人既可以从事脑力劳动，也可以从事体力劳动，全凭自愿。中国却将其理解为让知识分子去挖沟、种树，到农村和集中营去接受劳动改造。马克思推崇生产力和技术的进步，推崇专业知识和学问，而毛泽东却不止一次地强调，即使大字不识的农民也比知识分子能更好地理解经济问题。书不能读得太多，马克思主义的书不能读得太多，读10来本就行了。读书太多就会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修正主义。这种对专业知识的敌视，距离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已经远得不能再远了。如果用当今中国的意识形态来评价马克思，毫无疑问，他是一个严重的辱华分子，一个西方中心论者，也是一个资产阶级文人和帝国主义帮凶。那么，这里就有一个关键的问题。既然马克思本人非常轻视东方国家，为什么中国和俄国仍然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我想，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在为党的决策提供辩护时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在近代，中国和俄国都面临着西方文明的冲击，本土文化已经丧失了普遍的认同，而作为西方人的马克思提出了一套庞大且复杂的理论体系，论证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为何必然崩溃。这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激励。所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马克思主义虽然也是来自于西方，但却是一种非主流的批判西方文化的西方文化，这刚好能迎合了东方农业国家知识分子批判西方的心理需要。我在去年12月10号的这期视频里曾经说过，把本国的文化和精神说成是一种比资本主义更高、更新的存在，这不仅可以免去焦虑感，还可以对西方社会所产生的各种社会问题提出批评和解决方案，比如批判西方社会物欲横流、消费主义等等，从而为自身提供道德上的合法性。这种对弯道超车的执念和迷恋，深深地吸引了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马克思本人提倡暴力的阶级斗争，正如他的一句名言所说，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在马克思看来，阶级矛盾是不可调和的，而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国家，是服务于剥削阶级和统治阶级的利益的，因此这种国家机器就只能被革命的暴力摧毁。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不仅要彻底消灭国家机器，还要彻底消除了阶级的划分，消灭了异化。我们先不论马克思本人的意思如何，这个理论在客观上的确为一些国家暴力夺权的模式提供某种道德的辩护，也就是把不择手段地夺取权力，毫不掩饰地使用暴力，都视为实现最终的人类解放的必要手段，
只要我的目标是好的，不论采取什么手段都是正义的，即使犯错误了，也只是艰辛的探索，曲折的前进，罪在当代，功在千秋。虽然马克思不会认同中国和苏联的革命模式，但他的暴力革命理论的确在容纳恶的方面具有相当大的容量。需要说明的是，晚年的恩格斯对暴力革命的模式有所反思，大家可以参考我的去年发的这期视频。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吧，再次推荐大家去看我的另2期评价马克思哲学的视频。如果你需要本期视频的文字稿，可以加入我的基础会员。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个人的困惑想找我咨询，请联系我的邮箱，详情请参考这张图片。我会把这期视频放在历史与社会这个列表内，同时也推荐大家去看我这个列表内的其他视频。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